大家好，欢迎回到 SS Hi-Fi。这一次我们来到了加拿大最浪漫也最有历史感的地方——魁北克老城。这里有童话般的丰提纳古堡，也有北美最古老的商业街。跟随香普兰的脚步，让我们重温新法兰西的历史与荣耀。当然，鬼怪影迷们也不要错过摄影地的打卡哦。废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体验北美的法兰西风情吧。小分队又出发啦！小分队，我们现在拖上房车，然后去加拿大过一个周末。我们去魁北克城。心心念念的魁北克终于要来啦！我们已经在边境线上了，马上就要越过边境，然后对面的山头红的更多了。喂，喂。From what state again? California。我这儿好老的这种，感觉这种铁路桥。好旧好旧的。终于到了我们在魁北克的营地 ，Camping Office。Camping de la Roi。是 Office 啊。然后这写的 Open。Office Open。一路连蒙带踩的。这小坡。看我们的位置很高，对，很好，走得越高越好。在最里边，登高望远。它整个都在一个坡上。Parker， 你是出国的小猫咪啦，第一次出国，来到了加拿大。今天早上出发就要去魁北克城了，远远的看到这些建筑。我们俩车停好了，这个街真的是特别小。你看对面那皮卡也是，他们都是压着线，我是直接凸出来了。我们的一个轮都在线外边。我们来到了这一家我在 Google 上找的这边评分比较高的餐厅。这家叫什么？忘了。很多 local 的人都在这儿吃，我们一进来就全是说法语的人。是 La Signature。跟我读的差不多，我觉得散装法语将派上用场，挺有用的。我们一路过来，他那个散装法语真的是能派上用场。他这儿菜单全是法语，全法语的，全法语。但我真的能看懂一些，就像这个是什么？这是2个蛋配上培根什么的东西，我能看懂一些。这我也能看懂，这 Jumbo Egg。对，你猜吧。咖啡 with milk 之类的。所以我们最终还是使用谷歌手机翻译。其实我觉得你英文差不多的人能猜个8、9不离10。那我们的菜又上来了，又是2大盘子，太狂野了。挺好的。哇，感觉你这一份是很不错的。我们现在就在这个老城的下城区，上面就是他们的叫上城区。他要逛的那个皇家广场就在下城区，然后皇家广场旁边就有一个缆车，可以直接坐那个缆车从下城区上到上城区。有很多人时间不够，他们就只逛那边上城区。皇家广场位于魁北克老城的下城区，是北美保存最完整、最古老的法式广场之一。广场周围的建筑都是典型的法式石砌房屋，保留了17、18世纪的风貌。许愿池，这么浅浅的水，然后他提醒你不要在这儿游泳，非常的体贴呢。下边是去港口，我们往上走吧。我们现在后边的这个是它这边的一个名人墙，它上面一共是17位在魁北克历史，甚至是整个加拿大历史上都比较值得纪念的人物。但其实有好大一部分都是跟宗教相关的人来这个地方开拓的一些先驱者的纪念，每一个人都有具体的背景历史和故事的，这里就
不多都介绍了，说实话咱也记不住。他这墙上趴了一个粉色的猴是吧？没有，那就是个小胖孩儿。小胖孩儿，我还以为是猴呢。这个就是那个皇家广场了。这些粉色的小胖子是法国艺术家 Philippe Catherine 在皇家广场附近展出的艺术装置粉红先生，拥有简洁美和童趣感，是可爱艺术的代表。不过这个展是季节性的，现在你再去魁北克的话，应该就看不到这些古老建筑上的粉红先生啦。圣母胜利教堂在皇家广场上十分引人注目，它建于1688年，是北美最古老的17教堂之一。我们这儿发现了好多星战主题的，对，但是是跟他们当地有关。你把这个是，这 May the forest be with you， 然后全都是变种的这些动物。对，还有这边，这是克隆人战争嘛，它叫 Canadian Wood War。看这个店里的墙上的标本，知道吗？哇，好大的，但是假的，全都是假的。然后这做了一个这个熊。这有好多明信片。我们可以这样，就是当然我们发到这一期的时候已经不在魁北克了，但是以后呢，如果你看到这一期，你在下面留言，然后我们当时在哪个城市，我就去给你寄当地的明信片。对，我们就随机在评论区里挑2个评论吧，然后我们会寄出我们所在地的明信片。因为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在哪儿。对，不一定在哪儿，随机盲盒。盲盒。炮台。街道的尽头就是圣劳伦斯河，河畔的公共艺术作品叫相遇。这里的炮台象征魁北克的军事历史，代表着魁北克作为新法兰西的重要堡垒地位；而书本象征着文化与知识，代表着这里作为北美法语文化中心的地位。哎，那边看那个就是他们的这个索道，可以把人载上去到上城区。就这边就是可以上到那个主城区的一条台阶，一个台阶。然后这个房子呢，这里面就是可以坐那个缆车的，然后从这里面坐就可以直接上到上城区了。这是魁北克老城区，就目前留的最老的一栋房子了。在17世纪末的时候，一场大火之后，他们新盖的，但已经是留存目前最老的了。坐索道一上来就到了上城区，映入眼帘的就是宏伟的方提纳古堡。在木栈道旁可以俯瞰下城区和圣劳伦斯河的风光。这个就是香普兰的雕塑。谁是香普兰？听起来好像是一个美女的名字。它是最早到这个地区。恶劣的冬季气候，原住民的频繁进攻，使得早期的欧洲移民并没能在这附近驻扎。直到1608年，塞缪尔·德·尚普兰在魁北克登陆，建造工事，缓和和原住民的关系，发展贸易，才使得法国在北美创建殖民地的梦想开始实现。因此，他也被称为新法兰西之父。Quebec 是尚普兰询问当地人这里的名称时得到的回复，意为河流变窄的地方。所以为了纪念他，竖了这个雕塑，而且命名了小香普兰街。香普兰雕塑旁边就是魁北克最有名的地标方提纳古堡，它建于1893年，外观看起来是中世纪欧洲城堡，但其实是一家5星级酒店。当时铁路公司在加拿大各地修建豪华酒店，目的是吸引旅客乘坐铁路旅行，
而这座位于圣劳伦斯河悬崖上的酒店，很快成为了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二战时期，丘吉尔、罗斯福和加拿大总理麦肯齐就在这里商讨过战略，包括了诺曼底登陆计划。这里不只是魁北克的地标，也常常被选为拍摄场景，因此被称为世界上被拍摄最多的酒店。酒店前的木质长廊叫达芙林露台，这里冬季会变成滑雪橇的赛道，可惜这次看不到了。进来吃饭啦！和我一样喜欢鬼怪的朋友们，一定要走进酒店的大堂，找到那个信箱呀。坐到餐厅里啦，这就是城堡里面的餐厅。其实它风景很好呢，下面有河，然后可以看这边城堡。然后它的菜单就是这边是英文的，然后这边是法语的。挺好。在这恶补自己的法语，一会儿非得要用法语点个餐。等会儿我们看看它能蹦出来几个单词。我的塑料法语。Are you ready to order for the food? Je voudrais foie gras perfect, seafood casserole. Correct, Kansa? Yeah, merci. Merci. Thank you. Come back with sparkling water and red bread. Yes. 终于用上你的塑料 Mission complete. 法语了。我们今天晚上第一道菜叫完美的河。还可以啊，就是像那个。为什么魁北克至今都是法语区呢？1608年建成之后，这里就是法国殖民地新法兰西。1763年的巴黎条约后曾割让给英国，但大部分法裔后代仍保持语言和宗教传统。1977年，魁北克通过101法案，明确规定法语是官方语言。20世纪以来，魁北克曾有过2次公投，讨论是否从加拿大独立，虽然没有成功，但强化了法语是民族身份核心的观念。对魁北克人来说，在英语主导的北美大陆，法语让他们保持文化和身份区别感，也是对历史和传统的尊重。至今，魁北克的车牌都印着一句法语格言 Je me souviens， 普遍理解是指魁北克人不会忘记自己的法裔根源，也不会忘记与英国统治历史的复杂关系。donation 啊，你就是捐那个钱，也可以烧一个。我们要不要来一个？他们这儿好像就没有不让录像那一说，就是你去欧洲的教堂，全部都是进去都不让录像，你可以拍照，但是不能录像。专门卖圣诞节装饰品店啊，很多地方都有这种专门卖 Christmas 的这个在鬼怪里边也出现了，是吧？好像是在这个店里逛过，那你去逛逛。确实好多韩国人。魁北克的地势就是这样，上上下下的，绕着绕着，我们就又回到了上下城区交接的地方。而这个台阶也是鬼怪的又一个取景地，在下面就是热闹的小香普兰街。那这一条就是那个小香普兰街嘛，就正对着我们下来那个大高楼梯。那个楼梯是他们这儿历史最悠久的，然后最陡峭的楼梯。历史最悠久的。对啊，是他们这儿历史最悠久又最陡峭的楼梯。叫 neck breaking steps。因为它很陡，你站在底下这样仰着头，仰得很厉害，所以叫 neck breaking。好，那个是吗？这也没人拍照啊。
你看过没？看过。怎么就好像呢？不能确定吗？就这条街。对。就是这个小香团街是北美最古老的商业街啊，但它其实就一个很短的步行街啊。它这个300多年，300年历史，还350年。它里面都是卖木偶的，极限木偶。在偷看别人吃猪吗？哎，这里面有《丁丁历险记》，你看看，这里面有丁丁啊，到了吗？那是丁丁吗？是丁丁。藏到这儿。来到了这个 post office。你要到呀。这个法国人和英国人都修建过的一个要塞，下面这儿可以俯瞰整个魁北克老城，挺好的。好啦，这次的魁北克一日游就分享到这里啦。希望有机会在红叶飘落的季节，再来看看它的另一种美。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别忘了点赞、评论和分享。谢谢一路以来的陪伴，我们下段旅途再见啦，Bon voyage！